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分享了一个我的故事。以前我有和一个中国女孩子约会，一开始都挺好的。后来有一次我提起来不喜欢习近平，她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，就再也不理我了。另外，我们也经常在新闻上看到，中国政府几乎每天都在谴责中国人民的感情，每天都在受伤害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带大家系统性的分析为什么中国会那么敏感，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中国的敏感又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中国人的敏感，另一种是中国官方的敏感。这两种情况相互关联，却又互有不同。您且听我娓娓道来。关于中国人的敏感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。你如果跟中国人某些观念不一致，或者对中国的某些现象提出质疑和批评，他们会很快转变对你的态度。前一秒你还是朋友，下一秒你就变成了歧视主义者、反华人士、分裂分子。你被外国人洗脑了，更愧对于中华民族，对不起身上流淌的炎黄子孙的血液。一旦触碰到他们的敏感神经，那友谊的小船就说翻就翻。另一方面呢，中国官方的敏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。2018年，维基百科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收录为词条。据统计，利用人民日报的电子版数据库进行搜索，从1946年到2015年间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相关文章有237篇，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。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最多的是日本，有96次，往后依次是美国62次，法国16次，印度9次。这还只是人民日报一家媒体。另外，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是中国外交部几乎每次都要说的，而被中国谴责和抗议的不只是外国政府，甚至还有企业和个人。给中国道过歉的企业涉及各行各业，数不胜数。蔻驰、纪梵希、凡赛斯、杜嘉巴纳、盖普、亚瑟士、CK、Tiffany、万豪酒店、美国航空、澳洲航空、国泰航空、奔驰汽车、NBA 球队等等。向中国道过歉的艺人就更多了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。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道歉，这句话一度成为了网络流行语。2016年，由网络发起的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火遍了中文网络。我们该怎么理解中国的敏感呢？首先，在个人层面上，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，将爱国爱党的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身体里，再通过舆论和教育，让中国人对不同的思想非常敏感。这种敏感就像全身长出了像刺猬一样的刺，当不同的思想试图靠近和改变它们的时候，这些刺就会立起来，让外物难以接近，同时开始疏远这个试图侵入其意识形态的外物。因为这种敏感的刺在潜意识里会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所以说在个人层面上讲，中国人的敏感是中国统治者给被统治阶级穿上的保护层，以防止其接受外界因素的干扰，影响其操控性。然后中国官方层面的敏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考虑。一方面呢，是做给国内人看的，官方的敏感反应迫使外国势力道歉让步，用来作为让中国人更敏感的榜样教材来学习。同时把敏感官方化、常态化，会让个人把敏感深入到潜意识，甚至形成一种性格，从而不被自己所察觉。另一方面呢，除了对内，那就是对外。这个讲起来就有意思了。我先来讲一个小故事。话说以前有人开了一家金铺，有一天客人退回来购买的金子，因为客人怀疑不是真金，要求用火烧来检验，老板一下子就急眼了。
你要拿火烧我的金子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是吧？我说是金子就是金子，我们店的销售额全球第2，我们店的员工认可度高达 93%。你对我们产品的怀疑就是看不起我们，是歧视，伤害了我们全体员工的感情。我要提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，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故事。所以说，敏感就是一种掩饰和挡箭牌，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，而真正的强大，面对质疑和批评是无所畏惧的。就像生活中，我们都遇到那种暴发户，也就是炫富的人，他们怕什么呢？他们最怕你不知道他们有钱。你要是说他们没钱，那他们的反应才强烈呢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叫拿钱砸你。像这些人都不是真的有钱，就是有点小钱办大款。而真正的有钱人，人家可不怕你说他穷，人家还巴不得所有人都认为他穷呢，又可以少报税，又可以不用被绑架。对中国来讲，强国玻璃心的现象看似很矛盾。既然是强国，怎么会玻璃心呢？玻璃心是真的，如果不矛盾，那只能强国是假的。中国整天说美帝是纸老虎，其实真老虎不会在意你质疑他的真伪，他想吃你就吃你，不会在意你说什么。只有纸老虎才会敏感，你在质疑他的时候，他才只会用声音去证实自己。所以中国官方层面的敏感反映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强大，而用敏感去搪塞和维护所谓的强国形象的虚荣，也就是俗话说的撑场面。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所体会，当一个人为了所谓的面子和虚荣的时候，往往会牺牲掉实际的利益和好处。联想到我们之前的视频，现在的中国和中共在打天下的时候完全不同。那个时候中共隐瞒实力，韬光养晦，秘密发展，与各方交好，坐江山之后，见证至今，已经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回顾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，历朝历代在灭亡的前夕，都是走上了和自己打天下的时候相反的道路。这样看来，当今的天朝也是正在步入这个循环。好了，节目进入最后环节，网友互动。首先感谢网友道路以目的评论，无视男女之间的差异，无视现实，才是对女性真正的歧视。这句话我非常赞同。中共建政初期，为了美化自己，提出男女平等、解放妇女的口号，毛泽东还留下了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。这表面上是提高了妇女的地位，但实际上和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一样，无视男女差异，让女人和男人做一样多的工作，导致很多女性不堪劳苦，自杀率翻了几倍。请看这些是当时的宣传海报，拿镰刀锄头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拿扳手拿锤子的，还有这个，我真不信你扛这么多粮食还能笑得出来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中共特色系列被政治绑架的爱情观，感谢赫巴桑、韩平楚、Leon、蒋同学4位网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类似遭遇。祝福你们未来能遇到真爱，幸福美满。然后感谢习总对 Klaus 的认可，愿意授予教育部部长一职，并愿意把我的婚事给包办了，真是好事成双啊。网友 Stephen、飞扬奏、Long Wang 跟我们分享了自己遇到的在美国、在台湾很多人政治立场不同，但是不会影响家庭和爱情关系。网友 Land Taiwan 说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，台湾也有政治立场不同而毁了婚姻的。确实是有人这么评论。当我们在讲中国特色的时候，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只会在中国发生。在中国发生的事情，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有，但是不会像中国那么严重，那么普遍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